皇帝要给他那块断气儿的九儿子指婚。爹，那九皇子都快断气了，谁嫁过去不是守活寡呀？我不要去！哭什么？圣上指婚，谢家必须出一个女儿。我却笑了。这世上还有什么事儿是比自己有钱有地位还没夫君更自在的呢？如果有，那就是立刻去当个有钱的寡妇。于是我站了出来。别好了，这婚我去嫁。你嫁？好，你嫁确实最合适。我叫谢瑜，是家里最不受宠的大小姐。母亲生我时难产去世，父亲怪我克死母亲，自此便不待见我。碰巧九皇子也不受宠，还体弱多病，父亲舍不得除我外的任何一个女儿去受苦。老爷不可，大小姐和宋林表少爷还有婚约呢。恰巧这时宋林走了进来，她是父亲的续弦夫人的侄儿，家境不好，但极有才华。她一进门，几位妹妹的目光顿时含羞带怯地看着她。往年宋林可没这么受人喜欢，这个家只有我待她最好，用我阅历贴补她，碗里多几块肉也会分一半给她。父亲曾说过，等将来宋林中了状元后，让他来提亲。自此大家都默认我和宋林有了婚约，包括我自己也这么认为的。但今年却不同了，宋林真的皇榜有名成了新贵，前途不可估量。于是三位妹妹都开始状似无意地向他示好。我本以为宋林对我就算没情也该感恩，便等着他来提亲。倒不是我多喜欢他，我只是单纯的想离开这里，而他正合适。直到前天夜里看到他与我二妹花钱相拥互诉情谊，我才知道他嫌我不得宠，没有看上我。姑丈，我与于表妹只是兄妹之情，如今我已入朝堂，谈婚论嫁实在是不合适。婚事乃父母之命，他二人什么都没有，哪来的婚约？谢瑜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过去7年，我用阅历贴补他，只当喂了狗。他嫌我不得宠，想攀高枝。宋公子说的对，你我之间确实连个屁都没有。毕竟前天夜里，你与我二妹在后花园假山后花前月月相拥互诉情谊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这只野鸡已经找到新的高枝了。于表妹，你等等，你别怪我，我虽喜欢你，可朝堂结党抱团，我若娶你，姑丈不会帮我。坊间传言九皇子活不过中秋，到时候我帮你假死去江南，我养你。宋林，收起你那套恶心人的深情，这些话你留着去哄谢雪玲吧。你我非亲非故，不必为我操心。祝你这辈子前程似锦，直上青云，千万别掉下来摔死。圣上龙心大悦，赏了谢家不少好东西，你既自愿嫁，就安分守己。训诫就不必了，这是我娘当年的嫁妆清单，我要你全部给我，用了的也一分不少的拿现银补齐了。放肆！你个眼皮子浅的逆女，你要造反吗？父亲，我马上就是圣上亲封的景王妃了，您若是不给，明日我就拿着这本账银儿去敲登文谷，问问圣上，当朝首辅贪墨亡妻嫁妆该当何罪？好，我给。王府张灯结彩，鞭炮震天，但喜房中却寂静无声。我自己掀了盖头，一眼就看到了正靠在床头，含笑看着我的江怀瑾。夫人，一路上可还顺利？不得不说一句，她的容貌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。虽说她身体不好，但这张脸却令我赏心悦目。都很顺利。王爷今日可是疲累了？我一直躺着，怎么会累？因我这病弱的身子骨，让你委屈了。我不委屈，但却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番体恤的话。王爷客气了，我是高价，怎会委屈？谢，我字怀瑾，不知如何称呼你。谢瑜，没有小字，王爷随意些便是。谢瑜，日后府中你可随意走动，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，也可去找汪公公。你是这里的主人，不必拘泥，大小事你若愿意，就自己做主。话落，他咳嗽了2声，面色便有些潮红。我倒了温茶递给他，他怔了怔，看向我。多谢。我可能时日不多，但你也不必担忧，我死前必定给你安顿好，保你半生无忧。他是个谦谦君子，我不能理所应当，就当礼尚往来，人情回奉。我总该为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那我能为王爷做什么呢？主持中户，料理庶务，亦或是为您留下一儿半女？不用。他以拳抵唇，从面上到耳尖都透着薄红。王爷拒绝的是哪个？我命不久矣，留下孩子只会让他们活得困苦。谢宇，我也不想拖累你。我想告诉他，我已经做好了守寡的准备，更不会再嫁，所以后半生若有孩子陪伴，我很乐意。但显然他
他不愿意。不然，王府的钟会交给你可好？就是会有些累。王爷相信我就行。他道了一声好，便立刻让管事进来，约了3日后让我接手。说了许久的话，他有些撑不住，便昏昏睡了。他的病确实很严重。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才知道江怀瑾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我圆房。大小姐，您怎么新婚夜才起白布了？老奴猜，王爷怕是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圆房吧？不必揣托，他是不行还是不愿，并不重要。您再去试试吧，怎么也要留下1儿半傍身啊！我打了个哈欠，一觉睡到了天明，再也不怕半夜房屋漏雨将我砸醒。上午去了皇宫，圣上在忙，只有皇后见了我，敷衍的赏了我一枚玉镯。离开的时候，我听到内侍们悄悄的聊天。圣上和皇后这样冷落，还以为那景王妃会闹呢，没成想也是个软弱的。哼，想闹也没底气啊！景王这个封号也就当个名罢了，谁不知道九皇子是个废人？这帮狗奴才，奴婢去撕了他们的嘴！他们说的也没错，公公别恼。确实如此。汪公公看着我们，顿时哭笑不得。唉，我和江怀瑾对视一眼，竟一起笑了起来。闹事谁不会啊？可闹了得知道能拿到好处才行，否则这功夫岂不是白下了？出拳狠是必须的，但准却更重要。江怀瑾看着我，眼底晕着惊讶。第2天回门更随意了，我本不想累着江怀瑾一起，他却执意要给我撑面子。进了谢府，姐妹亲戚都在等，他们见到江怀瑾都是一副惊为天人的表情。看他们跪了一地行礼，我心情更舒畅了。毕竟凭我自己再怎么努力，也不能让我父亲跪我。这一点，江怀瑾占据了天然的优势。王府的钟馗比我想的事情要多。这账看着清楚，可但凡理一理，就都是乱麻。娘娘慧眼如炬，可有避忌处？若是没有，我可就要动手了。王爷吩咐过，府里没有避忌，娘娘您自己做主便是。外院的采买我细细看了，每个月递增10两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娘娘，您不经手，所以不懂。外头的东西月月都涨价，这都是有数的。这种小伎俩也就王府没人管，让他们明目张胆的钻空子，对方不认，甚至还胡扯了一通。是吗？我买1斤肉是40文，你买40斤却是每斤50文，怎么涨的？你告诉我，我帮你出头。这，娘娘饶命！汪公公，奴婢在，来人呐，拖下去打！这日整个王府很热闹，充满了噼里啪啦打板子的声音。听闻今日前院很热闹，可有成效？当然有。我不是一刀切，而是按贪的钱和态度来决定的。赏罚分明，有迹可循。这样做，他们恨不了你，也摸清楚了你的规矩，以后行事就会照着规矩来，甚好。多谢王爷肯定。你辛苦了。应该的。半个月后，王府的钟馗就完全掌握在我手里了。江怀瑾将府外的庶务也给我管。王爷相信您，不过您也别太累了，有些事不必这么较真。帮别人做事怎么能偷懒？这就譬如馆子里的掌柜、厨子，拿了东家的心腹，就要做好手里的事。我住在这里，得到了想要的生活，我就要力所能及的回报他。王爷，我迎到门口，扶着他的胳膊。怎么起来了？可有事差遣我？师弟的儿子满月，要我们赴宴。不过也没什么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。我可以去，您一个人我也不放心。要准备什么礼吗？什么？要准备什么礼吗？那麻烦你了。瑞王比江怀瑾小1岁，但11岁开府时就有了封号。瑞王府富丽堂皇，和景王府一比，我们算是小门小户了。满月的孩子很可爱，我打量了几眼，和女眷们闲聊着，忽然听到那边亭子里几位王爷正在说笑，隐约听着他们在拿江怀瑾调侃。那方子很灵的，就适合九哥你这种半死不活的人。江怀瑾的表情本来无所谓，但看到我进来，他脸色沉了沉。莫要胡说。怎么，九哥还不承认？我装作好奇地问道：什么药？当然是让九哥身体康复的药啊。原来如此，王爷，我们可以试试。别人说的我不信，可实弟生了3个儿子，可信度很高啊。我又没病，用不着吃药。那实弟真是厉害了，3个儿子傍身，信心都足了。我这话是说给太子听的，太子就1个儿子，可比不过瑞王，所以他喝着茶脸色就不大好看。风大了，王爷，我们回家吧，这种应酬没必要。好。九哥，带
待会儿我让人将药给你送去。还有，你这王妃太泼了，休了便罢。江怀瑾停下，静静看着瑞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从他眼里看到了寒意。我和江怀瑾一起回了府，路上他没说话，可我没想到，稍后那药还真的送来了。锦王殿下，这是我家王爷特意赏您的药汤，趁热喝了吧。等我回到房里，江怀瑾已经喝完了。我本想骂瑞王府大管事，但突然江怀瑾就开始吐血。来人，把瑞王府的人给我死死扣住！毒害王爷，姿势体大，所以我没忍，去宫中闹完了，又去了太子府。锦王妃，你这般硬闯，成何体统？殿下，景王脾气温和，往日兄弟间调侃都是无伤大雅的事，但这次是谋害，人命关天。殿下若是觉得这事能轻拿轻放，您若是不管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遣人去杀了瑞王？我就是要让太子表态，没道理他们4个兄弟团结和睦，却独排江怀瑾，要不好，那大家都不要好过。回府后，御医已经走了，说毒性不强，本不致命，但奈何江怀瑾身体太弱，依旧十分危险。王爷不知道能不能熬过这关，大小姐，您的命太苦了。我倒没有奶娘的感慨，毕竟我一早就做好了守寡的准备。说你去了，这个仇我帮你报。话落，我竟然察觉到他的手指动了动，我喊了他几声，他却没反应。王爷，王爷，难道是我的错觉？江怀瑾3天没醒，太子被我逼得带头参了瑞王一本，满朝臣子也跟着递折子。瑞王因谋害亲王，被打了100班子，降为2字王，赶去西北封地。你告诉九哥，他一无是处，我谋害谁都不会谋害他，没好处的事我不会做。如果真不是你，那背后之人就是一石二鸟，既撵走了你，又解决了景王。我知道是谁了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他盛怒而去。这事如果是江怀瑾的苦肉计就好了，无需亲自动手就除掉了瑞王，还顺便给另一位王爷树了敌。可惜江怀瑾太单纯了，我有时都会奇怪，皇室怎么会养出这么干净纯粹的皇子。我让人开始准备灵堂，御医说江怀瑾随时会走，夜里我也睡不着，索性坐在床边陪着他。这几日天气有点热，我换了轻薄的白色布料，熬了2天，江怀瑾没死，我却撑不住了。第2夜我做了个梦，在梦中江怀瑾去世了，我料理完他的后事，便搬出了王府，晒着太阳看着书，那份自由惬意让我从梦中笑醒了，一睁眼正对上江怀瑾含笑的眼睛。夫人做了什么梦，笑得这么高兴？梦到王爷醒了，所以高兴。没想到你真的醒了，真是天大的喜事。他却扬了扬眉梢，视线落在旁边的椅子上，闲着无事随手做的，还没染色，明儿染个桃粉去。江怀瑾忽然笑了起来。夫人穿什么都好看。出去立刻让人收了丧事物品，等回了房里洗漱，我才后知后觉想起来，他没有喊我谢瑜，而是唤我夫人。为什么唤夫人了？大小姐，王爷逢凶化吉，福气无边啊！老奴最高兴了，因为您不用守寡了。看样子江怀瑾是熬过了这一关，连御医都惊讶，说是吉人天相，没敢把功劳揽在身上。江怀瑾要去宫中谢恩，我昨天见他气色还不错，但今早起来居然又苍白几分。进宫后，圣上见了他，还亲自喊御医来询问。瑞王的母妃来时气势汹汹，可看到江怀瑾吊着一口气的样子，他又泄了气。江怀瑾太无辜了，这一次圣上赏了不少东西。出宫的时候见到了太子，我的事给太子添麻烦了。我也没怪师弟，他从小闹着习惯了，你就是太仁厚了，才养得他无法无天。江怀瑾面露尴尬笑了笑，太子看着他，一副怒气不争的表情，摇了摇头走了。圣上生了16个儿子，但活下来并成年的只有5位。太子是嫡长子，晋王老3，宁王老6，景王老9和瑞王老10。瑞王怀疑给江怀瑾下毒的人是宁王。颠簸起来是不大舒服，你的头枕着我的腿也行。可以吗？没事，我应该的。他的头真的落在我腿上时，马车里的气氛忽然就变得有些微妙，我的心情也跟着复杂起来。夫人，夫人喜欢什么？爱好吗？颜色、配饰、饮食喜好。我对身外之物要求不高，喜欢浅色吧，配饰倒无所谓，平日里戴的也不多。至于饮食，我不挑的。我说话时，他一直很认真地看着我，这就让我有种错觉，他的眼中只有我。于是我错开了视线。浅色的，我记得库房有江南来的布料，夫人肯定喜欢。多谢王爷。他说的随意，我以为只是普通的料子，毕竟过去10多年，
他府中并没有女子。可东西送来的时候，我着实惊了一下，12匹布料，各式各样的浅色且都很珍贵，头饰从金到玉，从繁复华丽到清丽秀雅，摆满了一张罗汉床，存了很久，得亏有你，他们才能重见天日。王爷破费了，去交代清楚。娘娘下午得的12匹料子和头饰，铺子里都不许再卖。若叫娘娘知道是现买的，有你好果子吃。一忙就忘了，现在就去。娘娘她不出门，肯定不会知道的。我试图去理解江怀瑾为什么要给我买东西，是因为歉疚吗？他身体不好，不能给我留下子嗣。心地善良的他对我存了愧疚，但我想告诉他，他并不欠我的。人与人的情谊最没定数，所以不付出便没有失望。但我还是在院中站了许久，许久之后，我重重叹了口气，还是去找他了。给我的？王爷若是不嫌弃，我想给你做身衣裳。亲自做吗？不嫌弃。要量尺寸吗？那你等一等，我回去拿软尺来。辛苦你了。我回来的时候，他脱了外衣，穿着薄薄的中衣，正看着布料出神。他身形很好，虽瘦可看着并不弱。秋天来了吗？难怪夜里会觉得冷。冷吗？要不要给你下枪被子？被子已经很厚了，在家就会压着难受。算了吧。问题总要解决的，若是不愿意盖得多，那再铺一些。我环着他的腰正凑近了看数字，忽然一抬头就对上他的眼睛，他看着我微微笑着，我觉得他的笑容似有深意，便后退了几步。夫人的衣服要几天能做好？3天行不行？行。我捧着布料出门，他随着我出来，10几步的路，我们用了比平日多3倍的时间。等我到了，又不放心他一个人回去，又只得送他。回来时，我忽然笑了起来，觉得这样你来我往的送有些幼稚。衣服做好后，江怀瑾就穿上了。他抚了抚衣摆，很满意的站在镜子前。夫人的手真巧，我一时不知怎么回。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没有。听说圣上接见了一位方术士，能掐会算，还会修炼仙丹。姓马。我觉得方术士这种人有些玄乎。圣上今年才46，就要开始修仙修道了吗？中秋节那天，我们先去的宫中，太子不在，圣上正和晋王以及马道长说话。晋王为人疑心很重，与他说话得绕着说。马道长是晋王引荐的，那他做的也太明显了，不顾及太子吗？此事晋王做的不够高明，我本是随口一问，但江怀瑾却很有兴致。怎么说？我正倒茶的手一顿，笑问他：可以随便说吗？就我们2人，当然。其实从我的角度想，关于马道长，最好的安排其实和王爷有关。他顿了顿，我想，马道长和你是旧识，你设局让他认识了晋王，而后，晋王将他引荐给了圣上，晋王因此得宠，如虎添翼，和太子更斗得旗鼓相当，难分难舍。两虎相斗必有一伤，不管结局是什么，对你来说都是利。有意思，这个利还真不小。不过我知道你没心力做这些，也无心朝堂事，只是我们闲聊，王爷全当笑话。你是如何想到这些的？他非但没觉得我扯的是闲篇，反而眼底露出毫不掩饰的欣赏。我有些意外，也不禁羞赧。我哪懂这些朝堂事，胡思乱想罢了。哼，你很有见解。谋嫡之争，晋王乐此不疑。事到如今，就算他想退，他外家以及朝堂的势力也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你的意思是，就算他引荐马道长给圣上的事做得直白，他也不怕？夫人真聪慧，我若谋敌，夫人可会怕？我心头一跳，先是认为他的话是真的，可转念想过，这几个月他一直和我在一起，哪有时间谋敌？这有什么怕的？想做就做，赢了就是万人之上，输了不过一死。夫人实乃巾帼豪杰。相处几个月，我和江怀瑾很融洽。我常想，他身体若好好的，我们就这样相处着，虽不比守寡后的安静惬意，但也很好。朝堂上马道长的事和我想的有出处，但事情发展的方向却和我想的一样。圣上让秦将军接管了漠北的兵权，他不是晋王的舅舅吗？圣上现在整日和马道长研究那修仙之术，对马道长和晋王可谓宠得没边儿了。夫人想说什么尽管说。王爷，若我们家彻底不参与，就要一直中立，以免将来圣者与我们秋后算账。我们家好，听夫人的。这一天，我正和江怀瑾在府中下棋，太子不请自来。太子看着我们的棋盘，还是九弟自在，一盘棋耗1个时辰。
王妃棋艺和我不相上下，这盘棋焦灼了2个时辰了。皇兄可有解我困局的妙招？孤可没有你这闲情雅致。你来，我有话问你。你看，这棋，要不就在这里说。王妃不是外人。太子皱紧了眉头，看了我一眼，见我没走的样子，他只好坐下来。孤看你近日身体越来越好了，所以都是王妃照顾得好。我当然领会了他的意思。王爷谬赞了，妾身只是做分内的事。漠北连降了10天的雪，眼见雪灾就在眼前。九弟，这是大事，别人我不放心，你去一趟吧。江怀瑾指着我落的棋。夫人，我想毁棋。王爷，下棋岂有毁棋的道理？快放回来。就一步？一步也不行。唉，是了，就听夫人的。他无奈地将棋放回来，这才抬头问太子：皇兄刚才说什么？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？以前身子不行当然要养着，可现在身体好了些，你却依旧不思进取。别人都说你这王妃娶得好，以孤看，你这王妃实在该休了。九弟，美色误事是祸水，你这蠢钝妇人。难道在外人看来，我靠美色祸了江怀瑾？这角度倒是新奇，我从未听过，我没什么感觉。皇兄如果无事便回吧，我身体不好，就不远送了。你这蠢钝妇人！江怀瑾忽然掀了棋盘，冷声道：来人，送太子。太子大约没见过江怀瑾发脾气，着实惊了一下。王爷，都是莫须有的话，夫人别介意。我不介意，但他刚才的反应让我始料未及。因为太子说我蠢钝，所以他生气了吗？我有些意外，猜不透他的想法。不过就在刚才，我原先那模糊的感觉又清晰了一些。我想到圣上先后生了12个儿子，却只活了5个，可见当年后宫斗争的局面之惨烈。而这活下来的5人，太子是皇后所出，其余3位皇子的母妃和外家在后宫和朝堂的势力都十分强厚，唯有母妃江怀瑾更没有外家帮扶，后宫群狼环伺，危险无处不在。江怀瑾能活到今天，确实令人称奇。太子闹完后没再来过，但靖王却来了一次，也是闹得不算愉快，他愤愤而去。两虎相斗，不问朝事的江怀瑾，居然也成了他们争取支持的重心。看来这一场争夺很快就会有胜负之分了。过些日子父皇要去南山东猎，你可想去看看？闻言，我抬头看着他，打量他脸上的表情，然后点了点头。一定很有意思吧？那就去看看。好。但临出门前，江怀瑾的病情又加重了，他咳了几夜，药量也加重了一些。睡前的药，汪公公一定让我送，我手里还有不少事，便有些迟疑。让我奶娘送去可好？也就送个药，并不打紧的吧？这可不行，老人家年纪大了，手脚不稳，泼了洒了，岂不可惜？这药每一味都极珍贵，还是娘娘送合适。这话我没法信，奶娘不行，我房里还有年轻的丫鬟，送药还非我不可。上回药里下毒的事儿，您不记得了？您别说了，我送。我敲开门。怎么你来了？药来了，王爷趁热喝。我手脏，你且先放在边上。这桌上你打磨的灰正飞着，落在药里就脏了。他为难地看着我，我迟疑地问他：要不你去洗手？这印章做成钱，碰不得潮。一块石头为何碰不得潮？我也不懂，不敢乱说。那我喂你。那麻烦你了。总觉得江怀瑾慢慢的变得有些奇怪。药甜吗？甜的。王爷吃了药，早些睡吧。他不大乐意地应了一声，含着药指了指印章。夫人可喜欢这块积雪石？我看了一眼，没什么感觉，但还是顺着他的话说：喜欢的。他又高兴起来。待我放下碗准备回去的时候，他拍了拍身边的椅子。夫人坐这里，帮我递东西吧，我忙着腾不开手。我手里的事还没做完，东西就在他手边，怎么就腾不开了？哦，我坐他边上发呆。江怀瑾不管做什么事，都是行云流水、赏心悦目的。他依旧是温润端方的君子，可君子的话着实不少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我竟一直没有察觉，今天才深切体会到，冬猎是每年都有的，但江怀瑾却是第一次去。南山猎场不远，行了1日的路，晚上就到了。行宫不算大，等到了后我便犯了难，因为给我们安排的院子极小，只有一个正经的卧室，我睡软榻。夜里行宫很热闹，我们陪着圣上用了晚膳，还看了歌舞。回来的时候已经亥时。王爷冷吗？夫人要是不介意，我们2床被子叠着盖，或许会暖和一些。只怕冻1夜，明日我病情又要加重了。王爷，你这般
是想让我给你留子嗣了吗？如果能熬到明年夏天，再与夫人商讨此事可好？这样暖和些。夫人睡吧，明日还要早起。早上醒来，我在他的怀里，待我洗漱好，他已经醒了，看着我笑道：“夫人何时醒的？睡得可好？”我睡得可以，王爷呢？是不是不习惯？没有，我睡得很沉。我看着他微有些发青的眼圈，挑了挑眉。上午大家一去猎场，一声锣响，由太子和晋王各自领队，2队人分别冲进猎场。我在帐中喝茶，江怀瑾兴致不错，在帮我烤栗子。我刚吃了一个栗子，外面忽然有人喊他：“九哥，我又回来了。”女子约莫17、18岁，手里拿着马鞭，她摇着马鞭，大刀阔斧的在我们对面坐下来，挑起眉梢，说话时眉飞色舞，热闹得很。九哥，我又回来了。江怀瑾看着对方，微微一笑。女子拖着凳子坐在江怀瑾身边。你没死，真的太好了。我这次回来，给你带来了1000年的人参，大夫说你吃最好了。夫人，这位是淮南王府的长义郡主。淮南王在德宗时立了大功，被封了爵位，到这一代已是第3代。宋潇潇从小在京城长大，原先还有人细说过，她将来可能会做瑞王妃或是宁王妃，倒没听说她和江怀瑾关系好。是你？这不是那天在法华寺骂方丈的那个人？不是，你记错了。我有些意外，我确实要给母亲续油钱，却不料灯被人，最后方丈和我道了歉，我没续灯。难道那天庙中还有别人？我记错了。九哥，我们去打猎好不好？我其意不惊。江怀瑾起身，给他倒了杯茶，让他捧着。我惊啊！你坐我前面。我现在剑术又有精进，你来过过目。郡主盛情，王爷去吧。今日风大，我病着呢，你怎么能让我去？我扑哧笑了起来，这一瞬他像个孩子。多谢郡主盛情了，我家王爷正病着，不宜吹风，改日可好？九哥，你……我听我家夫人的。九哥，你成亲后怎么不一样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你也早些成亲，成亲后就会不一样。宋潇潇看看我，又看看江怀瑾，放了茶盅就走了。王爷何必呢？骑射没意思，还是和夫人待在这里烘着火舒服。倒是夫人，怎的同意的那么爽快？我不该同意吗？知道了，往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好似又不大高兴了。王爷，太子那边少了2个人，圣上让您去顶上。让王爷去？汪公公一脸郑重的点头。金口谕令，我就去吧。夫人不必担心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我还是担心，他说他不善骑射，那茫茫的树林，积雪皑皑，危险无处不在。夫人在担心我？他忽然问道。我肯定担心他，这话问得莫名其妙。他笑了起来。那你多带些人。我叮嘱道。他点头，回头看我一眼，出门而去。江怀瑾是辰时走的，现在已经过去了3个时辰，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外面传来马蹄声。是晋王他们回来了，太子和王爷还没回来，让人去找了吗？让人去找了，看样子一会儿要下暴雪。半个时辰后，他们还没有回来，但雪却越下越大，迷蒙着视野不清，天地像遮了一块厚重的幕布。去找的人回来了一趟，又带着更多的人走了。宋潇潇来了一趟，质问我：你怎么不拦着？皇令难违。你真是，他要出事，你就守寡一辈子吧。我去找他，你去不去？我去没用，若在林子里迷路，还多添了麻烦。但我心中还是有些后悔，方才应该拦着的。圣上也奇怪，怎么会让江怀瑾去？难道圣上也借此机会让他们兄弟相处，让江怀瑾帮太子打压晋王？这太荒唐了。宋潇潇甩着马鞭，怒气冲冲地骑马进了林子。1个时辰后，他一身是血的被人抬了回来。他在林子里遇到了熊，后背被拍了，听说血肉模糊，若非被寻人的一队遇到，怕是命都保不住。我撑着伞站在帐外，黑压压的林子里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这么冷，便是什么都不做，只待着，就已十分难搞。时间越来越迟，人依旧没有找到。太子府出动了许多人，连晋王也带着人再次去了。圣上大发雷霆，说要调配兵马去。我们可有人用？没有，王妃要去。算了，我就在这里等。这一夜，我窝在火炉边。下半夜的时候，我做了个梦，梦中我在雪地里找到了江怀瑾，他受伤了，笑着和我道歉。画面转过，我已守了寡，依旧坐在幽静的院中，但这次没有太阳，倒是雪下个不停。醒来时天已经亮了，我心中愈加不安。汪公公裹着冷风进来，我站了起来。找到了吗？他脸色极沉地点了点头。怎么了？太子死了。那王爷呢？我脑中嗡的一声。王爷是被抬回来的，还吊着口气。御医在看。我跑着去了隔壁，里面很多御医，圣上像一头老态龙钟的狮子，正
正在焦躁地踱着步子，昨日还乌黑的头发，今日已成了花白。他们在全力救江怀瑾。太子死了，陪着太子进去的19个人，除了江怀瑾，全部死了。王爷身体本就羸弱，现在受了2处箭伤，还冻了1夜，怕是个难关啊！我的心一下沉了下去。第2日御驾回宫，同行的是太子的遗体以及昏迷不醒的景王。他们在查到底是谁对太子和景王下的杀手。我没管这些，每日御医进出，我则将所有的事搬到他房里做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要帮他将王府守好，家里不能乱。娘娘，谢大人来了。父亲，谢瑜。我去见了父亲，他满脸焦急，但依旧沉着气息，摆着威严。在父亲身侧，穿着官服的宋领瞪定定地看着我。父亲问我江怀瑾如何了，我如实回了。我今日来是有事要你去办。父亲示意宋领出去守着。你可知道，太子一死，朝中的局势就翻天覆地了。我没说话，因为知道他不需要我回答。如今许多人都在怀疑晋王害了太子，可这事不是晋王做的。所以呢？现有一事让你去做，事成后魏父自送你去江南，你外母家早就迁去了。你去那儿有你外祖母和舅舅庇佑，一定比在京城的日子过得更舒心。原来外祖家搬去了江南，这么多年他都不肯透露半句。我还记得5、6岁时曾见过舅舅，他抱着我哭了许久。他临走前偷偷给了我500两银票，叮嘱我缝在衣服里。那些钱让我和奶娘熬过了1年又1年，没有饿死。如果这世上还有谁让我牵挂，便只有外祖母和舅舅了。父亲让我做什么？这个给你，你去宫中交给圣上，就说是在王爷书房找到的，求圣上为王爷做主。这信我不用拆开看也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。有人假冒宁王笔迹写信给江怀瑾，筹谋东烈时谋害太子的事。总而言之，他让我用这封信去指认宁王是凶手。原来父亲支持的是晋王。您以前不是对太子……太子已去，人总要变通。好一个变通！我考虑一下，明日给你答复。你舅舅萧官20年，如果你帮了晋王，他就能帮你舅舅官复原职。可你要死脑筋，就没有任何人能帮你。父亲一副语重心长的表情。父亲走了，宋领退后了几步，他叹了口气：“于表妹，你听姑父的话，他不会害你的。去了江南，你还有我。”我抬手打断他的话：“宋克，王爷生死也就这几天的事了，你一定要未雨绸缪，早做打算。良禽择木而栖，你是聪明人，你懂的。”是啊，宋领知道我一直都想去找舅舅。我摆了摆手，示意他走。我知道我面临的是什么。如果江怀瑾熬不过去，太子的死就会成为悬案。无论太子的势力怎么闹，没有明确的证据，圣上不会再舍得杀一个儿子。最后的结局一定是晋王和宁王斗。宁王或许有能力，但他一定是斗不过晋王的。而我却拒绝帮晋王，带江怀瑾去了。他势必会秋后算账。如果我呈上这封信，帮着晋王拉宁王下马，我就能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了。我回到房里，江怀瑾依旧未醒。我又将校服翻出来，将上次没缝完的袖子继续缝好。景王妃，有人说你的手里有封信。一室的人都看着我，我知道只要我拿出那封信，宁王必死。至于江怀瑾，他反正要死了，是同谋共罪还是无辜被牵连，对他没有影响。我看过这些神色各异的人们，冷声道：“什么信？我没有信。”我看到宁王的腿打了个转，差点跪倒在地。晋王瞪圆了眼睛，压抑着怒火，而圣上则是皱着眉，皇后的表情则十分耐人寻味，深看了我一眼。娘娘回来了，饿不饿，冷不冷？不饿也不冷。汪公公，你将府门关上，从现在开始，除了太医，任何人不许进来。好，好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我竟不再期待守寡的生活了。惦念10几年的梦想触手可得时，我却并没有心动。夜里我靠在软榻上休息，忽然觉得有人在看我，我惊得睁开眼，就对上了江怀瑾那双熟悉的眼睛。他掀开了被子，一脚拍了拍：“夫人，我冷。”听到他的声音，我鼻尖发酸，忙起来将灯挑亮。王爷，不用传太医吗？有夫人在，谁都不用。他是病人，他说了算，我只能进了他的被子里。他侧躺着看着我，眉眼里晕着化不开的愉悦。王爷是在高兴劫后余生，大难不死？不是，我高兴的是醒来后床头有灯，房里有你。近来辛苦你了。他抬手给我掖了掖被子，目光又落在我做完后叠好的校服上。不辛苦，没穿到这裙子，一切都值得。我想这些裙子真的可以染色了，毕竟江怀瑾福大命大。睡吧。我其实有很多问题想问他，譬如狩猎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明天进宫需要注意什么。但不知为何，我竟睡着了。或许是他的目光太温柔，
又或者是被子里太暖和。江怀瑾一早去了宫中，这次他没让我陪，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，但太子被害的事成了无头的案子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皇后居然抱着怀瑾哭了。要知道，在过去的20年，皇后对江怀瑾从未表露过关爱。午膳过后，江怀瑾坐着轿子回来了，还带回来很多赏赐和名贵的药。皇后娘娘失了太子，是打算培养你了吗？如果真要谋敌，跟从皇后一脉当然胜算更大，但将来却又后患无穷。最重要的，我认为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，应该让靖王和宁王先分出胜负。更何况，远在外地可还有一个伺机而动的瑞王。那是他的想法，和我无关。我身体不好，只想在家多陪陪夫人。王爷喜欢这些颜色吗？我将所有的校服染了各式各样的颜色，正晾在院子里。好看，就是让夫人白费了不少功夫。多谢王爷赐了我这些好看的裙子。下午父亲来找我，我没见他。隔了1日，家中来信说谢夫人病了，让我回去。王爷也病着，我这离不开人，帮我向夫人问好。管事的脸色瞬时变了几个颜色，悻悻而去。夫人为何不回去？不值得。这么说，我值得。不给我留子嗣，却又逐渐对我热烈体贴起来，我不太懂他的意思。难道是真的身体不行？但留子嗣这个问题，我决定不再问第3遍。夫人想去江南吗？我错愕地看着他。我知道你外祖家在那里，你若想去，我陪你去。王爷不是玩笑。对夫人的事，我怎么会开玩笑？想去。好，那我们去江南，也叫我这丑媳妇见一见娘家人。3月时，朝中宁王和晋王斗得难分难舍，宁王有了皇后一脉的帮扶，几次将晋王推至绝境。就在他们水深火热的日子里，我和江怀瑾悠闲地去了江南。4月初，我见到了外祖母，也见到了舅舅，自是哭了一场。外祖母领着我去她的房里，将她给我准备的嫁妆给我。我看王爷带你好好和他一起过你们自己的日子，不用惦念我们。是。舅舅和几位表哥都敬重江怀瑾，我们游玩了很多地方，这是我这辈子最为舒心快乐的几个月。10月时，我们启程回京。回京的路上，我闲来无事给江怀瑾裁衣。先休息会儿，我的衣服足够穿了。王爷大恩我无以为报，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了。夫人大恩我也无以为报，便给夫人一起做幅画像吧。2人依偎着看着风景，背影飘渺轻盈，爱意缱绻。日子就在这样安静闲暇中慢慢溜过去，快到我措手不及。已入了冬，外面开始飘雪。快要到京城时，我们得了消息，宁王受了重伤，生死不好说，外传是瑞王遣人下的手。闻言我顿了顿，将窗边一块鹅卵石丢进水里，平静的水面起了丝丝涟漪。宋凛和2妹成了亲，没有外放江南，而是留做了4品京官。以他的年纪和资历，这无论如何都算得上仕途得意了。父亲升任首辅，领太子太保衔。不知何时，外面传言江怀瑾不能人事，就是因为如此，他成亲1年半没有子嗣，传言愈演愈烈。但景王府却一派平静。2妹听闻我回来了，亲自过府来看我，提了2斤桂花糕，在府中参观着，笑容浅浅地挂在嘴角。原来王府也这么破旧啊，这梳妆台都破损了，你怎的还用？用习惯了。你要送我新的？2妹脸色一僵，你这布料也是去年的，你不是去江南了吗？怎么不买上一船运回来？只顾着和王爷浓情蜜意了，没想到这些身外物。忘记告诉姐姐了，我有3个月身孕了，姐姐你也要努力哦。2妹说着，得意洋洋的由丫鬟婆子簇拥着走了。转眼新年临近，江怀瑾忽然忙了起来，早上出去，晚上回来。我没问他忙什么，因为我也很忙。年30，宫中办了团圆饭，在饭桌上，晋王意气风发，但圣上却苍老了不少，双眸无神，透着病态。听说圣上这1年修仙修道极为用心，日夜沉迷丹药。饭后，我和江怀瑾散步回府，刚到府中，忽然身后来了一群禁军。圣上有令，晋王府暂由禁军管制，没有宫中守御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没事，别怕。不管是谁，我们听话就行了。我皱了皱眉，没说话。这一夜注定腥风血雨，我睡不着，但江怀瑾睡得极好。天不亮，我找来人问，昨晚圣上晕倒了，只有皇后和晋王在。现在圣上的生死还不知道，天亮了，估计快了。天上开始飘雪。大年初1本来是万家团圆喜乐的日子，但今年却处处笼着死寂。听，丧钟，圣上驾崩了。我更关心的是，谁赢了？我去看看。你就待在府中，不管谁来你都别见，你也别出去。我心漏跳了一下，郑重应了他。我在府中等了1天1夜，夜里皇宫起了火，火光冲天。我喊来汪公公，王爷一个人在宫里，可有人护着？汪公公摇了摇头。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匕首，塞在衣袖里。你带上家丁，我们进宫。娘娘真要进宫去，里面很危险的。不过一死，怕就不做人了。其实我是怕的，但我要亲自去看看。就算死，
彼此也要见上最后一面。娘娘啊，您真的要去？那奴婢陪您一起啊！宫中危险，奴婢陪着您一起。出了王府，比我想的要顺利。从街上往皇宫看，冲天的火光浓烟翻滚，喊杀声四起。在宫门外，我碰见了父亲还有宋敏。你别进去，里面危险。更何况你和靖王有绝药，他很可能趁乱杀了你。这是我的事，不劳你关心。不要和蠢人多说，让他去送死，脑子不清不楚。靖王都不知生死，你别去。我没看他，跟着汪公公进了皇宫。内宫里人来人往，跑动喊杀，但看不到江怀瑾。直到拐了一个弯，我忽然看到暗影处立着个人，他提着剑背对着火光。那人转过头来，也看到了我，面上肃杀的表情，眼底的冷狠来不及收。他哐当丢了手里的剑。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那声音还是温润而雅，走过来的步伐依旧从容沉稳。这是江怀瑾，我从未见过的江怀瑾。惊讶吗？既惊讶又不惊讶。江怀瑾3两步走过来，紧张地打量我。路上可顺利？王爷呢？一切可顺利？顺利是顺利，就是胳膊有些酸。我也酸，我心里酸。夫人生气了？我没生气，毕竟我从很早以前就大概猜到了，一个孤身在内宫长大的皇子，怎么会真的柔弱无助？太子是你杀的？我本不想这么快，但他说你蠢钝，并不是有意瞒你，只是怕我健康起来，夫人便就真的对我不闻不问了。我何时对你不闻不问？夫人不走心，只当我是东家，你是掌柜罢了。我要的是你的真心。所以去年我和奶娘的聊天，她听到了，还记在心里。晚些说，你快去忙你的大事。我的大事其实是你。是，我想做皇后，你快去为我铺路开道。江怀瑾将布局7年的网收了，我惊叹之余，不得不佩服他运筹帷幄的能力。翻看古书，没有一任帝王既杀了哥哥谋敌，还被文武百官真心称颂跪求他接过玺印，继承大统。他要这个皇位，从很早以前就目标坚定，步步为营。正月16，江怀瑾继承大统，并年号顺康。正月18，封我为皇后。朝臣参拜时，我立在高高的台阶之下，俯瞰群臣百官。父亲一头白发，苟着腰背，跪得战战兢兢。宋凛抬头看了我一眼，面露惶恐，慌乱地垂着头。江怀瑾很忙，我也不轻松。谢府递了7、8封折子，想要进宫觐见。这天我终于清闲了一些，见了他们。娘娘就是皇后命，自小算命先生就说过，贵不可当。可惜我还没子嗣。宋夫人胎相可吻。二妹惊恐地看着我，扑通跪下来，托皇后娘娘的福，胎相上吻。我很高兴，过去10几年我卑躬屈膝地和他们讨生活，往后一生他们得战战兢兢了。皇后娘娘是有福之人，定当子嗣繁寿，福气绵长。我想到江怀瑾的身体，还真不好说。成亲1年又半载，我们还没圆房。不过如今就算他真的身体有恙，我也无所谓。人生已倡议，哪能事事求全，事事如意。晚上汪公公请我去凌渊阁，房间里一对龙凤喜烛火光浮动，满是氤氲着奇怪的氛围。江怀瑾正沐浴出来，披着一件衣裳，他回头看我，面颊薄红，春色撩人。我一怔，挑了挑眉，怎么没人伺候？不想见旁人，每日见太多人，晚上就只想和你在一起。冷，夫人抱抱。旁人娶妻是为了这样那样，到你这里娶我就是为了取暖。夫人岂是暖我的身子，还有这里，因为你也暖洋洋的。那旁人娶妻都是哪样啊？不好说，带我问问旁人去。可是这样的吗？夫人，明年我想要个孩子。